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有一个妈妈，那个家庭主妇，她过来找我，就说，她以前做完家事是会有点腰酸背痛，没有错。可是自从得到新冠肺炎之后，觉得哇，全身关节痛得不得了，这个只要弯腰啊，或是做个家事，擦个抹布啊，全身关节痛得不得了，她就不能够再做家事了，觉得非常的困扰。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看这一集哦。为什么会有关节痛的症状呢？其实这就是痹症。那我们看一下新冠肺炎，新冠肺炎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毒的病毒因为它影响的不是只有肺部这个器官而已，它影响到很多的系统，像是免疫系统啊、肠胃系统啊都会受到影响。那因为这个病毒一直在造成我们身体很多的能量的消耗啊、发炎啊，还有会伤害我们心肺功能啊、胃口不好啊、吃不下，所以就是花费很多能量在这个修复过程里面。那像这个妈妈也是一样啊，她在得到新冠肺炎之前就很容易有关节痛的症状。那得到新冠肺炎之后呢，就更容易有这样子关节痛，因为它本来就在发炎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个新冠肺炎被放大了。中医有句话说湿性缠绵。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种邪气它特别容易在我们身体里面反反复复，老是好不了，然后呢，病情一直非常的病程很长。那什么样的人容易这样子呢？就是你本身气血就不足的，像是你本身就是气虚血虚血瘀那再碰到这个湿血进来，那你就更容易这个湿血产生的免疫反应在身体一直进不了缓解期。那进不了缓解期会怎么样呢？就是很多的症状反反复复，老是消除不了。就像这个妈妈一样，她已经得到新冠肺炎，好喽，但是已经过了2个礼拜，甚至1个月，哇，关节越来越痛。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气血两虚的基础之上，又得到一个湿血产生的痹症，也就是湿痹。那为什么是在这个妈妈身上呢？因为她本来就有气血两虚的状况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调理这个妈妈的话，一定要把她本身的湿血，还有她本身的气血两虚的状态一起调养过来。那新冠肺炎呢，它主要的确是湿血有些人得到新冠肺炎之后呢，喉咙好痛，然后鼻涕很黄，痰也很黄，这是湿血往湿热去发展。那有些人得到新冠肺炎不一样他就是会打很多喷嚏流那个鼻水都是清清的然后会畏寒发冷哇，那这就是湿血往寒湿方向发展。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总是认为这个病毒呢，它有一个湿的性质。那这个湿的性质呢，就特别容易造成身体很多的症状缠绵反复。所以我们在治疗新冠肺炎的后遗症一定要考虑到祛湿，也就是这个余邪未尽去做考虑。那新冠肺炎呢，它引起的关节痛，我们会把它认为它是一个痹症，就是说它好痛。那中医在看痹症呢，其实是有2种，一种就是实症，一种是虚症。那我们先来讲实症。为什么说关节会这么痛？它一定有一个地方在发炎，然后发炎呢，造成一些血液循环不畅通。那不畅通，当然就会痛就好像有一些人他得到新冠肺炎之后，他痛风就发作了。因为本来痛风都控制得很好得到一个新冠肺炎之后痛风就常常发作，验尿酸发现，我指数是正常尿酸是正常怎么会就发作起来了？因为呢，你这个循环障碍的状况让你的尿酸虽然正常，但是局部还是有结晶的状况，所以这时候中医呢就赶快放一些活血化瘀温阳通络化痰湿的药，那这痛风引起的关节炎就很快的就会解除了。那我们要想想看，病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气血瘀滞的状况？我们通常会把它分成2种，一种是寒瘀，一种是热瘀。那像这个妈妈来讲她就是属于阴虚体质产生的瘀热，因为她就更年期后潮热盗汗所以她的这个发炎反应会往热症发展。可是你如果本来就是天气一冷，冬天一到你就很容易腰酸背痛，得到新冠肺炎之后更痛，那这是属于寒性体质导致的实症。
所以这就是寒痛。那我们就会用一些比较温养活血的药物，像是川乌啊、独活寄生汤啊这样的药物去缓解。所以虽然是实证呢，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你本身的体质是偏哪一型。那有一种型啊是气血不足，那这一种人他的关节痛是隐隐作痛、绵绵的痛。好像也不是说很痛，可是就是超不舒服。像我有个病人啊，他得到新冠之前，他就是很容易到处酸痛啊，打个键盘啊，就是手指头痛、肩膀痛。那走一下路呢，就腰酸背痛。那结果得到新冠回来之后，这些痛的程度加重。那过来找我看，我一问，哇，你有贫血，那血色素大概只有10左右哦，原来平常就是缺铁性贫血，所以这个气血循环障碍对他来说影响就变得更剧烈啦。那这时候呢，就处理这些关节的痛症之外，给他一些止痛药之外，还要给他一些补血的药啊。像刚刚说了这个女生，我就给她开了归气健中汤，给她开了当归补血汤。那这些药呢，就是可以补我们身体的气血。那其实就是很多肌纤维痛症的病人也都是这样子的哦，就是工作更多，然后压力变大的时候，哇，关节啊、肌肉整个痛得不得了。其实也是属于这种劳损型的痛。那还有一种呢，也是很经典的，很多得到新冠后来回来都是老人家，然后说真的痛得很厉害。像我有个病人啊，他是80几岁的阿嬷哦，然后平常每次一进诊间就很有元气，跟我打招呼。结果他得到新冠之后回来2个礼拜之后回来，他变得呆滞，然后都不太会讲话，然后一讲话就是说痛啊，我好痛啊。那这个就是阳虚型的。那摸他的手，哇，本来手都是温暖的，一摸这手冷得跟冰棒一样。那这种呢就要温阳散寒，我就用了2仙汤啊、8味地黄丸啊去补他的肾气，温他的阳气。然后再用一些活血通络的这些药物。那过了1个礼拜之后再回来，又开始了，庄医师好，很有元气跟我打招呼了。所以其实这个新冠肺炎引起的关节痛或是肌肉痛啊，一定要很积极去处理，否则这个症状真的会影响到生活非常的剧烈。那我们回到刚开场说的那个家庭主妇，她本身更年期后，然后有阴虚体质，她平常肠胃又不好，又是气虚体质。然后工作量又很大，就是一天到晚在做家事啊，其实很多关节就劳损了。所以呢，我给他养阴的药，给他2制丸，也帮他顾肠胃，给他森林白术散、小建中汤，然后呢，再给他补肾气的菟丝子、续断、杜仲这些药物。吃了1个礼拜之后呢，大概好了80%。到第2个礼拜呢，关节酸痛就已经都没有了，他又可以回去做他平常在做的事情了。可是呢，我跟这个妈妈说，你最好不要太过劳累，因为得到新冠之后，最重要就是休息。很多人说我得到新冠之后，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我就隔离7天回来之后，我还是照常工作啊，哪有什么问题？可是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哦，我有个病人，他是一个健身房的教练，得到新冠肺炎之后，想说，也没怎么样啊，就在家隔离7天之后，7天之后有一个马拉松的一个赛事，想说，7天也没什么动，刚好去动一动，结果7天回来之后又开始发烧了，然后呢又进急诊，哇，全身酸痛又在喘。我就要跟他说，我跟你说要多休息吧。你不相信得到新冠之后，身体需要耗费很多的能量去修复，你还跑去做那个很消耗气血的事情，那这个整个全身的劳损引起的后遗症啊、痹症啊，或是这些免疫系统的发炎又在反复发作起来了。这就是失血，就是你平常的气血两虚所导致的。所以你得到新冠之后，就算你来找中医师调养好，症状已经恢复了。拜托大家还是要好好休息，因为这不是一个感冒。感冒痊愈之后，当然我们就回去上班没有问题。但新冠肺炎呢，它毕竟还是一个多系统的一个疾病，所以最好还是要给身体恢复时间哦。那有些人想说，我痛的话，我可不可以按摩穴道？其实当然是很好啊。脖子痛的话，我们有大椎穴可以按摩。那肩膀痛的时候，肩颈穴按摩是很好的哦。那手肘痛的话，我们最常用就是曲池穴。曲池穴按起来呢，全身的那个上半身的循环会变得比较放松一点。新冠肺炎之后，
关节热敷会比较好吗？其实真的会哦，它就是一个气血循环障碍，利用我们温通气血的方式来做缓解，所以包括 SPA 啊、温泉啊，或是热敷，当然都会好一点。新冠之后酸痛，可以找人按摩就可以了嘛？找人按摩会暂时性的舒缓这个气血，可是如果按完之后呢，你气血不通的状况还是一样，比如说你是气虚啊、血虚、阳虚，那很容易气血不通畅，它又会痛回来，所以这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缓解，可以找人按，但最好还是要做积极的处理，恢复气血的调畅。贴酸痛贴布可以缓解关节痛吗？可以哦，酸痛贴布当然是可以缓解啊，因为里面就是有一些活血啊、止痛的成分，所以真的很痛贴一下当然没有关系啊。长新冠的关节痛，套护膝或护腕有效吗？真的有效，因为你强迫性你膝盖跟关节啊，还有这些手腕啊，不要活动的太厉害，当然你就不会过度利用它，它就不会发炎太厉害。但是这效果还是有限的，还是找医生治疗一下。新冠肺炎呢，它所影响到是很多器官、很多系统的慢性发炎状况，当然也包括关节发炎啊。所以你如果得到新冠肺炎之后，关节很痛，赶快去找医师，依照体质来做调理，才会立即的缓解哦。大家喜欢汉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